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这个世界上存着许多奇妙及神奇的事物，还在等待人类一一去探索。本期的视频是带大家探讨8种奇怪的生物。你有看过不喜欢飞，却喜欢只待在树上的鸟吗？确实真有，它被称为鸟界的伪装大师林螭。林螭主要是分布于南美洲，林螭的种类共有7种，以普通的林螭最出名。它的羽毛呈现为灰褐色，它的标志特征为大嘴、凸眼和一双小短腿。它们一生中85%的时间都是在树上度过，白天林螭半闭着眼睛栖息在树枝上，利用其羽毛的花纹来伪装成树桩，不管是刮风下雨都无法打破它的伪装形象。林螭在黄昏及夜晚外出觅食，主食昆虫如飞蛾、蝗虫、白蚁，而它捕食方式是站在树枝上，等昆虫路过便突然飞出捕捉。林螭是属于战斗力较弱的鸟类，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天敌发现，就用这身灰褐色羽毛花纹与树干融合在一起，闭上眼睛静静地竖立着。不过别以为林螭站着不动就是睡着了，其实它随时都保持着警戒的状态。它虽然把它的眼睛闭上了，但却不是完全的闭上，因为林螭会给眼睛留一条缝隙，然后利用这条缝隙来留意周围的动静。林螭是一夫一妻制，夫妻双方共同负责蛋的孵化和雏鸟的抚养。它们不打鸟巢，而是将蛋直接产在树桩。林螭的蛋藓白色带紫褐色斑点，白天往往由雄鸟孵蛋，晚上则雌雄鸟分工。大约1个月后，幼鸟就会破壳而出，幼鸟的羽毛是白色的，但是白色的羽毛不利伪装，所以这个阶段幼鸟是隐藏在其父母身下时，直到2个月后。当羽毛长出灰褐色斑点羽毛后，便会学父母的样子，做出冻僵的姿势来伪装成树桩。你知道地球上最顽强的生物是什么吗？那就是水熊虫。水熊虫是一类缓步动物门的俗称，是一类小型水生无脊椎动物。它的体型很细小，大约只有3至5微米大小，需要使用显微镜才能清楚看到。它们是一种已经存在了5亿年，遍布在地球各个角落，不惧高温，不惧寒冷，甚至在太空中也能生活的生物。科学家在1万多米深的马亚里纳海沟内和8000多米高的喜马拉雅山脉上都发现了它们的踪迹。水熊虫具有超强的忍耐能力，可以在没有任何食物的环境下快速进入休眠状态。为了测试水熊虫身体承受的能力，在2007年，科学家曾做了一次实验，向空中发射了火箭飞船，并将水熊虫裸露在飞行器中。10天后，飞船飞回地球，竟然测试到超过68%的水熊虫还存活下来，并且大多数还具备繁殖能力。这项实验的结果让科学家感到震撼，因为这代表着水熊虫是地球上目前唯一可以在真空中生存的物种。它的生存力如此顽强，是因为它具有一套隐身系统，是根据周围环境分为4种：低湿隐生、低温隐生、高压隐生、缺氧隐生。在恶劣的环境下，水熊虫就会停止新陈代谢，自我保护机制让自己身体失去水分，把肥胖的身体收回，缩小成一团球状，进入隐生状态。在这样状态下，可以抵御恶劣环境达30年之久。在隐生状态中，它们可以抵御极高外界的压力，不管是150摄氏度的超高温，还是零下272摄氏度的超低温，都能处在安然无恙中。甚至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辐射都对它们无法造成威胁。一旦外部的环境稳定后，它们体内的生命元素就会被激活，身体就会复苏。那是否意味着水熊虫无法被杀死呢？实际上，它们可以在恶劣的环境生存的原因，除了是具有隐生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它的家膜，犹如它的护甲。这个家膜可以抵御来自外界一切的伤害，但家膜在超高温度下会受破坏。所以我们只需把水熊虫放入150摄氏度以上的沸水中，高温加热半小时以上，就可以破坏它的外层，再采用简单物理方式，就可以轻易将水熊虫杀死。兰花螳螂，这种螳螂被称为颜值最高的螳螂。兰花螳螂长得像朵粉红淡雅的兰花，它的4条腿像花瓣。大多数兰花螳螂是白色的，但它的身体也会随着成长而改变，从鲜红砖为粉红再到白色。兰花螳螂在第一次蜕皮之后，会转变成白色和粉红色相间的兰花体色。
成虫之后，粉红色会消失而呈现棕色的色斑，体色也会由乳白色渐渐转变成浅黄色。雌性兰花螳螂大约有6至7厘米长，而雄性却只有约2.5厘米。和雌性比较，雄性显为矮小。雄性和雌性的外观也有差别。成年雄性有白色翅膀和桃红色及橙色的身体，在雌性的背上有一个绿色的斑点，而雄性却是有一个棕色斑点。雌性兰花螳螂外貌就像色彩鲜艳的兰花。兰花螳螂不仅拥有出色的颜值，而且还能依靠着自身的颜色更好地躲避天敌的狩猎，同时它们不用去主动的捕猎，只需要静静地等待着猎物被吸引之后送上门来。兰花螳螂拥有着拟态成花的能力，并且还能展现出比兰花更加明亮瞩目的色彩，同时还会散发出一些淡淡的香味。当其他的小昆虫被它鲜亮和香味吸引过来以后，它们就会伸出自己前肢的2把大刀，将其勾住捕杀。蜗球鱼又称粉毛球鱼，生活在阿根廷中部，是球鱼科动物里最小的一种。蜗球鱼背上有一层层粉色的甲片，甲片下面却是长着毛茸茸的身体，非常可爱。因为它样子长得像日本的寿司，所以也被人称为寿司球鱼。它们身长只有84至117毫米，尾巴更短，只有27至35毫米，体重还不到100克，仅相当于人的手掌大小。蜗球鱼是生活在阿根廷中部的干燥草地、带刺灌木和仙人掌的沙地。蜗球鱼4只爪子又尖又长，喜欢用前面2只瓜挖出藏身洞穴。它们是属于夜行性动物，白天一般躲在洞里休息，夜间外出觅食，而它们主要以蚂蚁为食，偶尔也吃蠕虫、蜗牛、昆虫以及各种植物性食物。一旦受到惊吓，蜗球鱼立刻把自己完全埋起来。看看那半圆形的黑幕布，中央点缀着2颗犹如蓝宝石的小亮点，这是什么怪物啊？它就是华美极乐鸟，又叫华美蜂鸟，是一种极其迷人的观赏鸟。华美极乐鸟的外形非常漂亮，当初人们发现这种鸟在高空中翱翔，却不知道它们的栖息地在哪里。最炫的是它们的羽毛，像是披着一件夺目的外衣，展翅飞翔时美得让人窒息。当时人们还以为这些鸟是居住在极乐天堂里的快乐神鸟。华美极乐鸟之所以难于被发现，是因为它们生活的地方通常在人烟稀少的高山峻岭或者深深的大森林里，离人类居住地比较远。它们主要以森林中的水果、昆虫等为食，尤其喜欢吃无花果。此外，华美极乐鸟可谓是鸟界的舞王。求偶时，雄鸟会在雌鸟面前把翅膀展开，就形成一个黑色的半椭圆形幕布，而它们头顶上的蓝色羽片在幕布上则呈现出2个明亮的蓝点，仿佛一对璀璨的蓝眼睛，并挥尽全身之力展现各式的舞姿，翩翩起舞，尽显男性的魅力，只为赢得雌鸟的青睐。洞螈是一种两栖类动物，体长约30厘米，它的身体呈灰色、粉红色，眼隐于皮下，长了4条细小的腿，外形就像传说中的龙，所以也有人叫它幼龙。洞螈是非常古老的动物，据说生活在洞穴之中有100年的时间，它们主要是生活在非洲南部。洞螈可以7年不吃不喝，也很少移动，是因为在暗无天日的地底没有植物的存在，没有植物的存在，自然也没有动物生活在这里了。它之所以这么懒，也是因为它们得到的食物不多，为了保存能量，能不动就不动。由于长时间暗无天日的生活，让它们的身体形成半透明的状态，视觉也出现了退化，身体机能和代谢速度都变成缓慢。除了视觉，它们其他的器官非常敏锐，靠着这些敏锐的器官，洞螈可以快速找到猎物，将它吞入腹中。洞螈因为很少移动，所以在6-7年才会交配一次。虽然洞螈一动不动待很多年，交配时间又隔很长，却是一种非常长寿的动物。洞螈平均的年龄都能活到100岁左右。传说中的美人鱼如艮，如艮是一种大型的哺乳类海洋动物，纺锤形状的身体，体长可达3米，体重可达500公斤。如艮生活在印度洋、太平洋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它们是素食主义者，最爱的食物是海草。由于它们是以海草为生，并有规律地到海面进行呼吸，因此常待在距离海岸约20米左右的海草丛中。
一般是在涨潮时进入海口取食，在退潮时回到海里。如艮是群居动物，一般都是2-3头一起行动，它们的性格害羞，行动缓慢，每1小时游大约2海里左右。就算是在逃跑的时候，最多也只是5海里，而且还容易受惊。在人类活动较多的区域，它通常选择夜间外出觅食，它吃东西的样子像牛吃草，所以它有个外号叫海牛。人类为什么会错认如艮为美人鱼？是因为雌性如艮胸部乳房丰满，还生有一对乳头，在哺乳时期时常用2个肥大的胸鳍抱起宝宝，然后把头和胸露出水面，所以在傍晚或朦胧的月夜中看过去，就像一位妇女在哺育婴儿的景象。因此人类就错把如艮当成了美人鱼。夜间突然出现一只神秘的生物滑翔而过，必定令人胆战心惊。它究竟是什么怪物呢？这种诡异的动物叫着无猴，又称猫猴、飞狐猴，是一种皮翼目无猴科的哺乳动物，主要是分布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无猴的体长60至70厘米，体重1至2千克，它的身体长着皮翼，从远处看上去像是一只巨大的蝙蝠。无猴有一张从颈部连接到尾部的翼膜，形状像是一个5边形。无猴借助在天空中滑翔，滑翔期间可以通过指缝的闭合和舒展来调节滑翔的速度，也可以通过尾部来调节滑翔的方向，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天空中自由地滑翔。但是因为无猴的4肢和尾部都被翼膜包裹着，因此不能做到真正的飞翔。无猴缺乏行走的能力，甚至在地面都无法立直，它天生只适合在树上生活。无猴皮肤的花纹跟树木纹路相似，而且皮肤的颜色也和树皮的颜色相同。一旦无猴栖息在树干上，几乎就像与大树融为一体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不易被天敌发现。白天无猴会栖息在树上一动不动，到了晚间就是它们外出觅食时刻。无猴是素食主义者，它们的食物是树叶为主。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见。